大家好。昨天晚上郑钦文比赛大会安排的比较早，11点钟就开始了。结果呢，直落2盘，战胜了2年以前曾经把他扫出赛场的一位德国女网球运动员，打得非常的坚定，而且进入状态比前几场都要快得很多，所以没费多少时间就结束了比赛。所以呢，也让我们看球的观众早早就可以睡觉，一个晚上呢睡了一个好觉。结果今天早上起来呢，看到天又是阴沉的，天气预报呢说上午就会下雨，所以我今天也不打算骑到外面去。谢谢。保安还是一如既往的帮我们打开了门。现在呢，我从学院路这个大门骑出来骑到阜华路上。我的右侧呢就是祈福医院因为我今天呢正好到这个大药房去买一点这种治疗慢性病的药。就这些药呢都是一些你没有必要去到医院见医生就可以开的药，它不需要处方，只要用医保卡来结算一下就好。所以到药房去买药呢，也是过一段时间就必须要做的事。这里呢就是祈福新大药房然后我就把车停在这里就好了。好，我现在呢就在我身后的祈福大药房买了药。刚好看到这边的大门开着，我就干脆骑到医院里面去转一转吧。我相信每个国家呢都有他们自己独特的医疗的体系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呢，中国作为一个公有制的国家，在我们小时候其实在我们出生之前都已经是这种所谓的公费医疗。什么叫公费医疗呢？就是每个人呢，你只要有工作的人我相信呢，这也是政府的一种所谓的福利吧。你就会在政府的资助底下去到指定的医院，中国叫劳保医院。那么也就是说，你在这样的公家的医院里面呢，可以去挂号看病。只不过呢，形式做了一些变化。以前呢是拿一种叫记账单，就你拿着这个单子，它可以消费一定的金额，然后你看病到那边呢就会进行划账，但你自己本身并不需要交钱。但是可以想象这种免费的医疗呢，它对应的这个资源是非常有限，而且当年这种经济发展比较低下所以在很多的时候呢，你是得不到一个非常高效的治疗。那么后来呢，随着国家经济的转型，有了更多的发展和积累以后呢，所以对于医疗方面的投入也越来越多。其中主要体现在呢，就是建了很多新的医院的大楼，然后呢，也会
引入更多的和世界接轨的先进的医疗检查仪器等等。当然，治疗的方法整个水准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我相信呢，这些发展都是大家显而易见能够感受得到的。但是呢，从几何时就看病呢开始要自己支付一部分，也就是说新的医疗保险制度呢就诞生。当然它也根据你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社会地位，还有所处在什么样的体系里面呢是有很大的差异的。但是一般而言呢，就是分为两种，你交了医疗保险，然后呢你就可以到医院去看病，获得很大的一种折扣。特别是在你住院的时候呢，它需要交钱的部分就会比较少一些。但是这个并不等于说你真的可以花很少的钱看病，因为你如果追求一个好的医疗质量的话呢，你要采用的很多先进的仪器设备，它可能需要自己来支付的。你如果需要住的病房比较舒适，想要住个单间，那你就要额外要交床外费。你如果要用一些进口的药，或者效率比较高、比较贵重的药，对不起，你就要自费。所以呢，还是这句话，多劳多得。多得呢，你多缴费，多缴费呢，你就可以得到更好的医疗的服务。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于最基本的医疗，比方说急诊，比方说普通疾病的治疗，或者真的没有必要急于求成，一定要用那种先进的设备和贵重的药品的时候呢，你如果说是一个城里的，你交了医保社保的人来讲呢，其实感觉大家压力还可以因为毕竟大部分还是这种医疗保险给你报销了。那么对于退了休的人呢，你在你的医保的这个账户里面他每个月呢都会给你一定的现金。比方说像我们现在呢是160每个月他会把这个一部分钱打到你的医保卡里，那么用于你呢门诊挂号看病都可以。那么当然你不去医院的话呢，你只是到药房去买一些医保可以 cover 的药物的话，也是可以使用的。就像我今天去买的一些慢性病的这种治疗的药物，就是从这个医保卡里面去支付。那么当然这点钱对于一些需要买更多药的人来讲的话呢，显然是不够的，但是好过没有。而且因为医保卡里面呢，在你退休之前就存了很多钱，然后你到退休以后呢，你就可以在这边取出来用。那么所以呢，你可能也存了一点钱就这个钱呢，几百、几千、上万的，每个人都不等，就看你自己存了多少。那这个钱呢，你在看病时候可以拿出来用，买药时候也可以拿出来用。而且据说呢，现在你不去药房，你也可以捆绑一些 APP。它有很多原本是送餐的这种 APP 呢，它现在也有买药的功能，甚至也可以和你的医保卡来绑定就你要一些什么药呢，它就给你送到家。因为我没有试过，我不知道还要不要一些送药的钱之类的但不管怎么说呢，现在就是这方面还是比较方便，或者说你一个人能够保持一个基本健康，不生大病那你的这点医保卡里的钱呢，还是基本上够你看病配药用。或者说呢，你自己需要花费的就不是特别的多，那么这个呢，也算是一种保障当然了，你要比起很多国家，比方说，他这个门诊不花钱，抓药呢自己付很少，你住院呢不花钱，或者自己只要花一点点钱，那这些呢就是不同的国家它的富裕程度、它税收的高低等等的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你生在什么样的地方呢，就用好你自己的资源，
那么作为身体健康来讲的话呢，还是需要自己长期的注意。那么通过健身，通过营养的均衡，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包括日常的这种生活习惯，那你就会相对来讲就避免得一些比较复杂的毛病。同时呢，也是让你不需要支付太多的医疗的费用，就可以过你该过的生活。那我觉得呢，这个其实完全也是取决于自己，当然有时候也取决于你的运气的好坏因为毕竟来讲的话呢，有些人他真的有家族遗传病的，或者自己的基因上面发生了某种突变，就造成了很多复杂的这种疾病的人呢，那也是命数这也是没有办法，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某种差异。但不管怎么说呢，一个国家如果能够提供一定的医疗的保障，虽然没有办法让所有的老百姓满意，但我相信呢也是非常的管用的。好，现在呢，我从半山的大门进来好久没有骑半山了，正好趁着今天去拿药呢，就转到了这里。我也不说太多，你就不会叫出来了。对，半山这边呢也有很多个组团，分成一个一个的小区就我们进来也转转。就祈福每一个组团呢，基本都有类似的大片的绿地，还有供村民休闲的区域。很多地方呢都会安排一些水池，看上去有一些活力对面呢就是一家学校。昨天看视频还搞笑了，就看到一个我们去过的国家叫摩纳哥。这个国家呢在法国，其实就是它的境内就划出了一片很小的地方。你说它是个国家呢，还不如说地中海北岸的一个小镇。那这个国家呢是以它的一个赌博业就所谓的蒙地卡罗赌场著名。还有呢就是它的狭窄的街道以主办惊险的 F1 赛车比赛出名的。当然它也保留了它自己的一个王宫，所以呢很多人也会去皇宫的这个门前看那种穿着古老的服装的士兵的换岗的仪式。总之呢，这是一个很贵气的小的国家结果呢，我们昨天看到了它被介绍说只有2.1平方公里。我当时就在想，我说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它有我们祈福大吗？2点几平方公里就相当于大概
3000多亩的这个土地。我昨天就查了一查我们祈福到底占地多大，一查呢有7500亩，那么也就是说呢，大概刚好是这个摩纳哥这个袖珍国家的1倍啊。所以弄了半天，这个摩纳哥国家只有我们祈福新村的1半大小，当然人口呢肯定是远远少于祈福新村的1半啊。因为这座城里住的20来万人，我相信摩纳哥人口应该是远远少于这个数吧。但是呢，并不这个影响它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所以有时候想想啊，那么小的一块地方，它也是一个国家，它也是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而且守着地中海非常优美的海岸线当中的一段啊，就真的是一个非常富贵，同时呢又非常的适合有钱人居住的安闲的国家。那所以的话呢，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对很多游客的一种向往的地方。但是呢，它就是那么的小，小到还不如我们村的1半那么大。你看，这是挺好玩的一件事啊。现在我面对着呢，就是大夫山脚下的一个小绿地，也是去年还是什么时候才建成的，叫一个口袋公园。有段时间没来了，我看那些草啊、植物啊，好像长高了一点，所以我倒回去骑一下，到这个口袋公园里面去经过一下。它还是全域服务示范区啊，祈福新村口袋公园就叫这个名字。在这边呢，现在也安排了一些乒乓球，而且非常贴心的就做了一些让球不会掉出去的那种围栏。我觉得这些呢是真的每年都有些改善啊，这也是住在祈福新村里面的村民啊感觉到比较舒适，感觉到服务在提升的地方。虽然这个口袋公园呢也很简单啊，就在一个山脚下，就是做了一些步道，也做了一些小朋友玩耍的这种设施吧。但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就已经挺好了。这片绿地还蛮长啊，我相信很多村民，特别是住在半山区域的那些居民啊，他们吃了晚饭或者早上比较早的时候呢，都可以到这种绿地上来走一走。就觉得这个是对普通村民来讲，他们非常需要的环境。
现在呢转到了小丰园，另外一个组团啊，同样的这边呢也会在有限的活动区域当中呢布置一些水景，岸边呢有些亭子啊，大家可以在这边呢休闲。等一下吧，我先看看。这上还在外面看。出了小丰园呢，就下了半山区域了。右前方呢就是祈福新村的消防总站，再往前走几步呢，就是一个社区服务中心。现在虽然呢已经乌云密布啊，但是这个雨呢还没有下来，所以可以在村里啊继续骑行一段。现在这边呢，应该已经是祈福新村最南面的地方了。那么大屋村呢，它一定会有一些这种配套的公共的设施，比方说像这种公交站、像变电所，还有就是垃圾转运站等等。就这些呢，不可避免。那住在小丰园的那边的居民呢，就对他这边上要建一个垃圾转运站呢，就非常的不满。我觉得也是人之常情嘛，谁也不愿意在自己居住的环境里面啊有一个大的垃圾站之类的。但是呢，它总得要有地方建嘛，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现在呢又骑到了怡湖湾后面的这小路啊，这边呢因为遮阴，它有穿堂风，所以骑起来比较舒适，比较凉快啊。现在呢，只要每逢下雨天啊，然后在下雨之间呢，就在村里随意的骑行一下，保持一个每天骑行的最基本的量啊，就通过这种最基本的运动量呢，来让自己的身体啊，让自己的肌肉保持一种记忆。同时呢，也让自己的身体啊保持最低的这种运转的状态。然后呢，就看机会，如果有天气好，或者到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然后呢才会去正式的骑行一下。当然了，在屋村里面就这么随意的骑行，我说句不好听，我自己都感觉有些无聊，所以分享出来的内容呢，恐怕大家也没什么特别的兴趣。所以我有时候呢也会解除这些无聊吧，就会一边骑呢一边找些话题来随意的聊聊。其实就是给自己骑行助助兴啊，增加一些佐料，得到一些娱兴，如此而已。看来呢，风增大了，天呢比刚才好像更阴了一点啊，所以这可能就是催促我早点结束在村内骑行，早点回家去的一种信号吧。我哋唔係淨係着眼前或者得唔得俾翻你？今天呢已经是8月份的最后一天了，应该也是开学前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小朋友们的暑假终于过完了。现在呢，我继续沿着起伏湖边的道路骑行。又来到了我上一次到这边来洗车的地方了。真的，我觉得靠这个洗汽车的机器来洗我这个小单车也蛮好的，花费2-3块钱就可以把小车清洁干净了。因为在家里你还真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去清洗，你要靠那个湿毛巾一遍遍的擦拭呢，很费事啊。所以我就突发奇想，就利用这种洗车的设备呢，给我的车也洗了个澡，就感觉干净了很多。
了，小金。我是给小金自己喝的饮料的。现在呢，我拐入到湖边的这些小道上来骑行。大家可以看到，小道上还是来来往往有些人，更多的呢就是年轻的妈妈推着车，载着他们的小朋友，在这里散步。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小时候啊就能够有这种绿色的环境啊，这就会有很多非常好的印象，也比较容易让小孩养成一种比较开阔的这种胸怀，而且呢，他们会跟这种自然的环境啊更为和谐。对了，今天呢是礼拜天啊，所以我看到很多家长，尤其是年轻的爸爸们呢，就带着自己的孩子骑单车。当然，这边也有很多在那边啊进行这种文艺活动的，有吹拉弹唱啊，也有广场舞，也有集体大合唱。右侧还有人在唱乐曲，沙地中呢有人打球，更多人呢就坐在边上的长椅上啊，就认识不认识的互相聊个天。这里呢也有几个老外的面孔啊，但是我看他们的脸型应该是俄罗斯或者东欧那边的来的人吧。昨天还看到一个网上的消息，说这次中国奥运会啊，就花样游泳集体项目获得金牌的那位教练，是一位俄罗斯的美女。那么她可能也是临时来帮帮中国队的忙啊，因为俄罗斯呢被取消了参加奥运会的资格。但是昨天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分享他的一些感想，就他原本呢也是只是到中国来工作一下，完成一个任务，谁知道效果呢出乎意料的好，而且在中国待久了以后啊，他就有点不想回去了，他就希望呢在中国长期的生活下去。结果我看评论区里面啊，各种建议中国政府给他发永久的绿卡之类的。我相信呢，对于这些为中国啊这个带来荣誉的外籍人士，政府肯定会有一些奖励啊，或者说也会帮他们一个忙，完成他们的心愿。所以有时候呢，真的很多事情要相对来看啊。就这个一年以来，中国特别是中产以上的有点钱的人呢，移民到国外去的人是暴增。那也掀起了一些舆论啊，因为毕竟这些人不会自己空着手出去，重要的他们会把资金带出去。很多人呢，甚至还是一些有技术的人才，
所以让这一人流失呢，确实对国家来讲是蛮可惜的。但是呢，我在想，如果中国开放门户，那么其实也有很多已经去到国外生活的中国人呢，他有可能也想回来定居。那么也有周边的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还不如中国的，或者社会的形态也不大乐观的地方的老百姓，老实讲，他也蛮向往到中国来占有一些之地只不过中国并非移民国家，要想到这边的生根呢，也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呢，就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凭自己的才能和自己的实力，当然更重要的是自己的经济的能力就移民到你想要去的地方，只要你感到舒适就好好，我再次骑到环湖西路。我觉得我今天作为健身骑行在村里的运动量已经差不多了。现在呢，准备打道回府。很意外不但没有下雨，好像有云开日出了。但是呢，一出太阳的天气会比较热今天本来就比较闷热，所以我觉得还是早早回家吧。其实今天一早呢，我的小孩已经从上海正在飞往日本的航班之上我相信再过个1-2个小时就应该到日本了吧。我也不记得他已经去过多少次日本了。从小时候我们在他很小的时候曾经带去日本1-2次以后后来都是自己去的。现在呢，真的长大了，就单独行动了。那我觉得孩子大了，反正也由他去吧。结果呢，在出发之前呢，为了买票订酒店算了又算，然后呢，做了很多的攻略，几乎都是省钱攻略。确实也是作为一个年轻人，在我们父母眼里还是个孩子就
没有什么自己的收入，所以又想出去玩呢，只能是穷游一番。当然作为父母来讲，肯定也是多少帮他一些，因为我觉得孩子吧，读了那么多年书，按照中国的古话来讲呢，读万卷书还得行万里路啊。你要看看外面这个世界，尤其是不同体系的这种社会生态，然后你也去看看其他国家的你所学的这种专业，在他们那个地方是怎么样的一种形态啊。虽然可能都是走马观花，那我觉得其实对小孩来讲也会增长一些见识。但是呢，我就建议自己的孩子，我们出去旅行呢，不光是去贪图吃喝玩乐，而更重要的呢，我觉得就是增长一些见识，比较一下和你长期生活的环境的不同之处，从中呢去做一些小小的思考，或者说呢，最起码留下一些不同的印象。那么在你以后的人生途中啊，在你以后的职场或者你生活的这个地方呢，可以做一些小小的借鉴啊。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可能就是旅行的意义所在吧。所以希望他一切顺利啊，能够在那边按照自己的愿望，根据自己查询的那些攻略，完成自己的旅行目标。然后当然也希望他一路都是顺顺利利啊，开开心心。好了，我呢已经转了一大圈，今天也完成了我健身骑行的指标。现在呢回家去啊，等一会儿吃了中饭以后呢，再跟我的老伴儿附近哪里去走走。因为我一个人骑行呢，不可能跟他们一起行动啊，所以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对家人的亏欠，或者少了一些陪伴啊。那么我们就以其他的出行的方式再来做一些弥补啊。好了，那么前方就是我的住所了，我在这边呢就结束我今天在村内的随意的骑行和闲聊。祝大家周末愉快，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再见，拜拜。